牙药宝找三宝。保牙、保龈、保笑容，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我是三宝牙医吴医师。现在深夜10点多，上面时间晚上10点40分，晚上10点40分。我们今天来上一个牙科的课。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假的东西，可是呢，我们在人体在补骨植牙补骨的时候，以前早期我们很多医师、外国医师都已经发现，有时候补的骨头、骨粉、猪骨、牛骨不一定会形成骨头，所以就有一个法国医师就提供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抽血离心。它有一个特殊的血小板的因子叫 PRF， 血小板富含血小板的一个纤维，它可以帮助成骨因为它后来研究发现这个 PRF 富含什么？富含很多growth factor， 就是生长因子。所以他就提出说，如果可以在骨粉里面加入 PRF， 就可以让什么骨粉长得比较好。大家都知道，骨粉有时候真的很难形成真的骨头，所以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就可以使用 PRF 的这个概念，它有很多生长因子。然后放在伤口上，植牙的伤口上，也可以促进那个牙肉的愈合，甚至后来也有演变成，利用这个离心之后，产生的什么，一些生长因子来让伤口愈合，来让组织愈合，让骨头形成，来让伤口加速恢复，比较不会肿，比较不会痛，这个机器大概也有人使用一般的离心机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血液里面就3个，红血球没什么用，对伤口修复没什么用，然后血清也没什么用，重点是它里面的什么血小板，所以最主要是用那一片薄薄的不到1% 的血小板，10cc 的一点点1%，不到1cc。那一片血小板，它会形成一个条块。我们等一下上课的时候会拍一些影片，来使用。我以前在台中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有在用了，只是后来大概疫情前，我们也有买他法国的那一台离心机，一台也要20万。我们也有做过10几个 case， 可是因为后来我们诊所没有离心机不是没有离心机。后来因为我们诊所没有护士，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在抽血，所以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会抽得到，有时候抽不到，所以就没有继续再执行，蛮可惜。如果未来我们有请到护理师，这样子让抽血的过程中让病人更舒服。有时候我会抽1次抽不到，抽第2次，抽第3次。这对病人真的是很抱歉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再抽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假的东西，就像补骨头，以前早期还没有这个VBA， 就是生物补骨的概念，用自己的取自己的骨头，补出自己的骨头，补出真的骨头 real bone 的概念至少那时候。我的概念是说，我们拿猪骨、牛骨或者是人骨，就是真正的骨头来补，加一些什么 PRF， 来让骨头形成。这个是我们牙科补骨一直在追求怎样能形成真的骨头。当然也有其他医师演化出一些其他的术式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再来学习怎么抽血。
这个抽血的效果是如何，再给我自己一个 review。虽然在深夜时分10点多，这个课程会到晚上12点半以后，将近1点可是我们也是会很努力在学习今天早上也上一整天，到下午也有职涯到晚上陪个小孩来吃个饭帮他们洗个澡因为小孩子还小然后把门打理好，准备要睡觉，我再出来上课，因为牙科很辛苦礼拜六有时候6日的课程有时候深夜的课程就是会占掉很多家庭时间、休息时间可是如果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帮病人能用在病人，帮助病人伤口比较不会痛，比较不会肿，这样子是最好的。上面有中文，大概稍微看一下就可以。基本上，所以我们离心的对象其实是血小板，至于其他的血球、红血球、白血球，这个都不是。现在已经凌晨12点37分，大家都还在努力的上课学习这个 PRF 运用在补骨的方面。当然，我们现在有 BBA， 就是生物补骨。我们有生物补骨，长骨的能力很好。在有些医师没有使用 BBA， 就生物补骨，取自己的骨头来补缺失的骨头的话，你加一些人牛骨、猪骨，或是捐赠的骨头，希望它骨头长好一点，就是使用什么PRF 混合在里面，希望它可以真的长成骨头。所以长成自己的骨头，这个难度对我们牙医师早期的牙医师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有那些 PRF 的应用希望让我的骨头能长成什么自己真的骨头。就是给一些不会 BBA 生物补骨的方式的医师，用一些人工骨就可以混合的时候，就可以加入一些 PRF 的使用。好，那夜深了，我也要准备回去了，明天还有一整天的班要上大家就拜拜啦希望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拜拜。牙药宝找3宝。